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 AMT 版本的 CU625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。那整车的比例、线条、气质、低趴的这种感觉和手动挡都是一样的。625的外观设计就是经典巡航车我们记忆当中该有的那个样子。当然 AMT 的版本在一些细节刻画上是有自己的身份辨识的。那首先就是发动机的部分，这里有一个 AMT 自动换挡的机构。那无极也是在外形上做了一些修饰啊，跟发动机看起来浑然一体啊。如果我不说，你是不是 get 不到？当然，这个发动机可不光是只有外形啊，它实际性能也是非常好的。它有61匹的马力，61牛米，在550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了。在国产的中排量的发动机平台里面，这台车巡航味道的感觉是最好的。那这个护杠的位置啊，我们巡航佬肯定是要装一个杯架的嘛，放咖啡是吧？然后 CU625 AMT 的版本，它还是保留了传统的脚刹，跟工程师也交流过，在 CU625 的购买用户群体里面，进阶的用户占比是非常高的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脚刹，所以我们在625上也保留了这个设置，我觉得逻辑上也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这只是一个人体工学的设定，习惯一下其实就好。然后配置跟手动挡都是一样的，西湖的卡钳啊、轮胎啊这些都是一致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版花的原因，我觉得自动挡 AMT 的版本比手动挡要好看一点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年轻一些啊。那排气的尾段也做了一些修饰，它的颜色跟我们后挡泥瓦这里也做了一个呼应啊。那么全新的版本当然要有自己的身份名牌 AMT 的版花，那骑出去就知道我是最新款了啊。那要不要给它装边包还有后市场，其实625的改装件是非常丰富的，但是今天看到这个比较年轻清爽的这种颜色，我觉得这辆车什么都不改，素车就挺好看的啊。转到这边来看一下，那视觉上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脚踩挡杆的位置啊，取消了传统的挡杆。 AMT 现在国产的都是用手指拨片这种形式啊，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种交互方案的，因为首先人手的这种敏感度比脚那要灵活得多，而且这一套的逻辑，你看拨片前后加减档啊，它的触感呀、工程的设计方面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用的。其实你只要骑过自行车，拨过那个变速器，来这个的话就无缝衔接的，很好用的啊。然后其他的按键模组上，那跟手动挡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大颗粒啊、触感反馈，就我们基本上不需要适应了。然后仪表，UI 好像是重新做过的啊。右手按键这里还有单独的像 TCS 的开关。那 CU625 的油门设定，或者这2年推出的无极车的油门标定，我觉得都是走的比较滑顺、细腻和好掌控的那种风格了。那接下来看一下全新设计的这套 UI， 我们先把它关掉，来看一下它的开机动画啊。哈哈，熟悉的图案啊，无极的 logo 又出现了啊。那因为是巡航车嘛，所以从仪表的形式上还是喜欢圆形的会多一些，也有一些复古气息的展现啊。你包括整个 UI 的设定，还是模拟了传统指针仪表的那种显示方式啊。从信息分布上来说，它其实是分为上下2个屏幕的，上面是指针仪表，中间底下还有2个小圆圈啊，中间就是车辆状态栏的一些展示。那这就是我们骑车过程当中的主页面。那这个仪表其实是很现代化的，你可以通过按键进入到2级菜单，它可以调节车辆状态啊，包括连接啊，各个方面都是 OK 的，功能还是挺丰富的。那圆形仪表也有一些天然的劣势啊，就是它信息分布啊，整个页面的空间是比较小的，所以不常用的一些功能可能会被折叠到2级或者3级的菜单里面。而你第一次拿到车啊，把这些功能都熟悉一下。反正我骑巡航车是这样的，一次性设定完所有东西，接下来可能就不太会去用了啊，除非我要去摩旅啊、连手机啊什么样的啊。整个仪表我觉得 UI 设计上都可以给到一个蛮好的评价。OK， 那仪表的部分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就去骑车吧。好的，我们来录一下无极 CU625 的动态体验视频。我们骑的是 AMT 自动挡的啊。好，我们先打会听个声音。哈哈，微缸的这种穿透力果然是强啊。那现在显示我们是自动挡的状态下，自动挡的状态下现在是空档，我们需要直播进入1档才可以起步啊。1档状态下，你看也是可以前后蹬车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不用进入到空档啊。好，那1档状态下自动挡，你给油它就走，刹车就停啊，看走，非常的简单。很好上手是吧？但是和目前市面上其他的 AMT 不太一样啊，它右手是刹车，左手取消了离合拉杆，但是它没有给你手刹的拉杆，它依然给的是我们传统的摩托车的脚刹。这个怎么说呢？我上手以后适应一下就好，它就是一个人体工学选择的问题啊。大家怎么看？可以评论区一起来沟通交流啊。好，那我们开起来。我先试一下大油门会不会熄火，再给大一点。不会啊，再来一把。
我油门开度比较大，它都进到2档了啊，没有熄火的问题。那我们正常起步，好，走，掉头。啊，我是在自动挡 S 档的情况下，大概到5、6千转它才会进行换挡。怎么样？退出 S 档啊，退出 S 档，我轻给油门感受一下啊。我们进入到1档，进入到 M 档了，D 档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附着 S 档，给油啊，3000多转换挡，换挡还是很积极的。因为 CU625这个发动机啊，它低扭本来就很好。啊，所以它在3000多转换挡的时候，你并不会觉得啊车没劲儿或者怎么样，啊，这是无极的一个试车的地方啊。走2档，啊，625的减震在巡航车里面就算是不错的了啊。哎呀，好，我们从这里下来，走，体验一下2档。我2档可以骑得非常的低，你看它给到2档的。这种宽泛程度非常好呀，2档，大家可以看到我2档大概在我几乎要停车了，它还没有减档啊，那这个就是弯道保护的一个设定，对不对？我再给一点刹车。哦，我基本上已经减到6了，它才退到1档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应付大部分弯道的时候，其实2档都可以通过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走。升档，升档，啊，换挡还是非常积极的，换挡还是非常积极的，走。哈哈哈！啊，625这个巡航车动力真的是强。你可以简单理解啊，就625 AMT 这个车，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什么呢？就是把 CU250那一套非常成熟的体验挺好的，然后经过了市场验证的 AMT 那一套给到625上，然后它的马力和动力都更强，那你说体验能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又在这里绕圈圈啊，走。然后你像蠕行模式啊，还有弯道不减档，它其实都是有的，所以 CU625的 AMT 骑起来就跟我预期当中差不离，好骑。然后发动机的运行质感也不错。啊，我们常用的这种转速里，因为有平衡轴嘛，基本上感觉不到震动了啊。好的，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弯道不减档啊。你看，其实它就是增加一个2档的使用度。你看，2档，我们在这里转弯，绕圈圈，你看。它不会减档的，走，走，我速度再慢一点，我速度再慢一点，啊，只有15、16了，这样也是没问题的。生活中大部分弯道应该都是可以在2档通过的。来试一下它的蠕行模式啊，蠕行模式，进入到一定的，我记得以前是6和12嘛，那我现在在12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直接用2档蠕行，啊，你不用给油，它自己就走。然后我们刹车，啊，没有刹到6，我刹到6以内，啊，刹到6以内就停下来。然后我们给一把油，给到6。好了，又触发了它的蠕行模式了。那这个模拟高峰期走走停停是吧？属于对新手非常友好的一个设定了。功能上和 CU250是一样的啊，就是目前国产 AMT 自动挡巡航车里面功能最丰富的这一台。但是体验要比250还要好一点，因为这台车的动力更强。大家都在排队等这台车，我们先试啊，我们先试啊，好，走，啊，操控也很灵活啦。AMT 自动挡巡航，咱们不说它一定是未来，但它一定是未来的重要方向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好骑啊，没太大的问题，可挑的问题真的不多。
就无极对这一套的掌控和调教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了。油门开度给大一点，它的换挡转速会更高。如果你第一次骑巡航车自动挡 AMT 的话，第一次骑的时候，可能它升档的时候，哎，你觉得稍微有点顿挫。但你像我骑的多了，它这个升档的这种整个车辆这种作动，可以说是非常小的。然后当我们了解了它产品特性以后，你知道它大概多少转会换挡以后，身体有一个预期，我觉得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就是接受度非常高了。很好骑啊！产品表现跟我想象当中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！这就是目前国产 AMT 自动挡巡航车里面最完善的完成度最高的一台车了。那手动挡的 CU625已经是销冠的一个水平了，现在再来一个自动挡的加持，你别说啊，无极现在在巡航车这个领域里面，感觉已经越来越厉害了。当然 AMT 有没有什么缺点呢？当然有啊，对比手动挡版本来说的话，它会阉割你的极限工况。你不能弹离合，你不能憋转速，也就是说像什么游离配合这个技术动作，这些你都是做不了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嘛，它毕竟是一台巡航车嘛，要用这个车真的去翘头吗？我相信大部分的用户应该不是的啊。我们之所以骑一个复古味道这种巡航车，更多的是享受骑行的本身，同时看看沿途的风景，对吧？骑行是一种我们生活的方式嘛那么 AMT 我觉得显然是更从容的，产品体验上讲更好的一种表现形式了。好，我们再绕一圈回去了，因为这个车排的人真的很多大家都想看一下它的体验怎么样。我们再绕一圈就回去了。OK， 走。我现在把它切到手动挡骑啊，因为你知道 AMT 一指禅才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啊。降档交给系统，升档我们自己来，升档，升档，升档，刹车。西护这个刹车前段还是有点软啊！哎呀，这个这么猛的一台动力，是不是？这个 V2 的这个底子，走，给我们来一个布雷波版本选装怎么样？升档，升档，刹车，系统自动降档。对，我们去体验一下这个搓板路，感受一下625的减震怎么样？哎，你别说，还行的。625的这个后减震啊，在国产巡航车里面还算是比较舒服的。好的，那么咱们这台车就体验到这里啊。你会选择 AMT 的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版本？咱们可以评论区一起来沟通交流啊。我们就把车让给别人了。